新世界的某个岛屿，杰尔玛66的军队正在这里大开杀戒，出租雇佣兵。这是杰尔玛66敛财的手段之一，他们会将自己的高科技武器和训练有素的特种士兵租借给其他的国家，用于战争，赚取高额的佣金。只要杰尔玛的军队出动，战争必会胜利，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机器。路飞一伙人失去了重要的引路人贝克穆斯，好在有布林赠送的手绘地图，他们按照地图上所指示的路线离开了可可亚岛，向大妈和山猪所在的蛋糕岛前进，越来越深入四皇的腹地了，气氛也不知不觉紧张起来。但乔巴和加洛特可是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二人对接下来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小镇满怀期待。佩德罗用望远镜观察到前方出现了一个小岛，乔巴和加洛特兴奋地跳了起来。纳美拿出布林手绘的地图，根据地图上的标识，前方的小岛是果酱岛，但是他们不能靠岸。到达果酱岛附近后，要按照2号记录指针所指示的方向驶舵，绕开果酱岛，直接向下一个小岛进发。大家按照手绘地图上标注的路线，果然很巧妙地绕开了水下的警报阔鱼。就这样一直走，应该会顺利到达蛋糕岛。路飞松了一口气，嚷嚷着去做饭。纳美跳过去捏住路飞的脸：“你以后绝对不可以再进到厨房里了。”加洛特代替佩德罗去放哨，用望远镜远远地望着前方，发现海水突然变成了葡萄色，一片淡紫，煞是好看。佩德罗解释道：“这一带有一座可以流出果汁的小岛，并没有什么危害。”纳美一脸怀疑地看着佩德罗：“为啥你会对这一带这么了解？刚刚在可可亚岛你还碰见了老熟人。”佩德罗沉默一下，老实地说道：“我之前来过这里一次。”纳美想问问细节，忽然桑尼号一阵摇摆，险些被甩出。桑尼号加洛特大喊：“水下有东西！”众人看向水面，水面下明显有一个巨大的黑影从桑尼号的下面游过。这是所有深海恐惧症的人最不想看到的一幕，有海怪。这个海怪最让人讨厌的是，它还长着一大排的爪子，是一种集合了海怪、蜈蚣2种生物的身上所有恶心人的地方于一体的恶心生物。路飞跳起来，一顿机关枪，毫无悬念地将海蜈蚣干掉。干掉了小的，另一边又冒出一条大的，体型几乎和海王类差不多。路飞在用机关枪已经不好使，这只海蜈蚣身上的壳更加坚硬。佩德罗和加洛特已经准备好一起出手，路飞开启2档，用一招喷气印章将海蜈蚣的外壳打碎，完美击杀。路飞星人继续航行，他们已经经过了奶酪岛，现在正向着饼干岛进发，很快就要到达蛋糕岛了。桑尼号渡过了葡萄汁海流，又来到了西瓜汁海流。不仅如此，前面还有3种果汁混合在一起的混合果汁海流。乔巴感叹：“天堂真是一个接着一个呀！”路飞兴奋的跺都不长了，和加洛特一起炒着喝果汁。佩德罗提醒他们，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在混合海流里可是藏着怪物呢。什么怪物不怪物的，路飞根本顾不了那么多，看着海里飘着一个巨大的西瓜，拉出来就要吃。没想到这个根本不是什么转基因的变异西瓜，而是一个以西瓜外形做伪装的灯笼安康鱼。大鱼张开嘴将路飞一口吞了下去。不过这种级别的野怪怎么能难住路飞？不一会儿，路飞就把西瓜安康鱼、橙子安康鱼、桃子安康鱼通通制服。把这些鱼切开之后，里面居然和水果一样，味道也是水果的味道。路飞和乔巴等人迅速将这几个水果吃了干净。到了晚上，失去对流的果子海面凝固一起，草帽团又遭遇蚂蚁大军的袭击。布鲁克用音乐催眠了蚂蚁，路飞和佩德罗用火把融化海面。这个地方佩德罗曾经也来到过，当时不熟悉地形，他们乘坐的海贼船被蚂蚁大军吃了个干净。路飞好奇地询问佩德罗为什么会来大妈的地盘。加洛特介绍说道：“因为佩德罗以前和贝克穆斯一样当过海贼。”大家很吃惊地看着佩德罗。佩德罗深吸一口烟，缓缓道来自己的故事。那时候年少轻狂不懂事，本想做个冒险家，结果却成了悬赏犯。当时的佩德罗意在找到历史正文献给猫夫社老大，但是踏入大马海贼团的地盘，直接终止了佩德罗的海贼生涯。因为佩德罗在这里曾经被某个人打败，而且险些丧命于此。这段回忆，佩德罗一直很忌讳再提出来。即便是这样，佩德罗还是义无反顾地乘上了路飞的船，带着路飞等人故地重游。他认为，如果自己的经验能够对恩人有一些帮助，那也算是有一些价值了。而且佩德罗也心甘情愿地帮助路飞等人。在鲸鱼森林的时候，猫夫社掌柜和犬蓝公爵毫无保留地将路标历史正文展现给了路飞。这件事让佩德罗很惊讶。毛皮族向除了光月家族的人之外展示路标历史正文，这26年来，除了罗杰、路飞等人，还是第一批让毛皮族如此信任的人类。这证明猫夫社老大和犬蓝公爵对路飞一伙人寄予厚望，他们是真正需要路标历史正文的人。佩德罗告诉路飞，这次潜入大妈的地盘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夺回山治的同时，一定要把大妈手中的那块路标历史正文给抢过来。自己此行的目的就在于此，就算是拼上性命，也要助草帽团得到大妈手里的那块路标历史正文。这时，被布鲁克催眠的蚂蚁突然苏醒，路飞等人无奈又和蚂蚁大军打了起来，打了一宿的架。第2天，终于摆脱了蚂蚁大军，桑尼号重新起航。
路飞一抬头，惊喜地露出笑容，蛋糕都已经在眼前了，此行的目的地终于到了。前面的海岸就是布林和他们定好的碰头之处。路飞定睛一看，惊讶地发现海岸边站着一个人影，正是山治。另一边，在蛋糕岛，刚刚还载歌载舞、欢天喜地、宛如要过大年的大妈，此时突然暴走。大妈的老毛病40症犯病了。大妈有一个奇怪的病症，会隔一段时间突然对一种食物极其渴望，如果短时间内吃不到这种食物，就会爆发40症，进入暴走模式，完全丧失自我，并对任何事物进行无差别攻击。脑子里想到的食物，在吃到嘴之前，会一直持续性的进行破坏。书下面称之为比任何的灾难性质都要恶劣的事件。这一次，大妈想要吃的食物是焦糖泡芙塔。以大男爵为首的后勤团队立刻进入1级戒备，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妈吃上这种食物。大厨们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制焦糖泡芙塔，而暴走的大妈正前往蛋糕岛的首都甜点之城。如果在这里发飙，整个国家就毁了。蛋糕岛平民的死伤人数持续上升，当地长官立刻对甜点之城的居民进行紧急疏散。全国上下的人们都已经得知了这一不幸的事情，大妈发疯了。大妈在甜点之城又打又砸，把一切能看到的东西都往嘴里面塞，如同恶魔下凡一般，疯狂地吞吃所有能吃或者不能吃的东西。但他始终没找到自己想吃的味道，越加焦躁暴怒，把手边能碰到的房子砸了个稀烂。这样搞下去，首都甜点之城被摧毁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后厨的那些甜点厨师们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焦糖泡芙塔，但工程实在繁琐，很难在短时间内赶制出来，最快也还需要30分钟。30分钟的时间足够大妈砸毁一座城的了。就在首都的平民们大感绝望的时候，大妈的第16个儿子雪糕大臣莫斯卡托赶到甜点之城，试图阻止发狂的大妈。大妈回身就是一拳头，雪糕大臣反应很快，在大妈拳头下落的瞬间躲到一边。妈妈，是我呀，我是莫斯卡托。然而大妈根本听不进去任何的声音，她的大脑里只有焦糖洛夫塔，除了这几个字，其他所有的声音和语言统统被大脑自动过滤掉。其他的子女跑过来，纷纷劝雪糕大臣还是放弃的好。这时候谁都无法阻止大妈，还是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雪糕大臣十分顽固，不听兄弟姐妹的劝告，执意要阻止大妈。大妈又一拳头打下来，雪糕大臣再次躲开。等他起身准备迎接大妈下一次攻击的时候，不幸地发现自己中了大妈恶魔果实的招式。这时候再想后悔，所有的一切都晚了，死亡容不得他半点准备。雪糕大臣感受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像电击一样触及全身。只见大妈的一张巨脸出现在自己面前，恶魔索命的低音响起 Life or Treat。 其他的子女躲在远远的地方呼唤大妈手下留情，但大妈根本是充耳不闻，一双眼睛俯视着雪糕大臣。雪糕大臣控制不住的颤抖，身上慢慢的出现一些烟尘一样的东西，那就是他的灵魂，也是他的寿命。雪糕大臣看到自己的寿命被慢慢抽走，更加恐惧，不住的惨叫。他越恐惧，大妈的能力越能得到发挥。雪糕大臣根本无法平静下来，惨叫着转身就跑。大妈冲过去，一把将他身上的寿命拉了出来。40年。雪糕大臣眼睛一翻，他足足被大妈抽走了40年的寿命。也许他余下的寿命也没有40年了吧。雪糕大臣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生命就此终结。这就是大妈回魂果实的能力，能在对方恐惧的时候，将对方的灵魂以生命为单位从身体里抽出来。在场的人都被深深的震撼住了。虎毒不食子，但大妈发起飙来，连自己的儿子都杀，实在是太凶悍，太狠毒了。大妈干掉亲儿子雪糕大臣，无人再敢接近，更别说阻止了。这时的大妈正一步一步向城中心的城堡走去，眼看他就一巴掌将城堡拍碎了。甜点之城内的果汁河流中突然窜出来一个人影，有人大呼一声：“盛平老大来了！”前人王下七武海太阳海盗团的船长海下盛平乘着一只鲸鲨，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大妈这边赶来。身边周围有一队正在不住挣扎尖叫的东西，那就是大妈心心念念的焦糖泡芙塔。大家都躲远一点，以免溅一身血。在距离大妈还有几十米的时候，盛平托起焦糖泡芙塔，从鲸鲨身上一跃而下。大妈察觉到有人袭来，转身对空中的盛平就是一拳头。盛平一脚踩在大妈怼过来的拳头上，接着一步窜过去，将焦糖泡芙塔塞进大妈的嘴里，给我吃下去！盛平老大一个很帅的姿势着陆，大妈费力地将焦糖泡芙塔吞进肚子里，愣了一下之后，一屁股坐在地上，终于发出了满足的笑声。太好吃了！国民们立刻爆发出欢呼声。大妈的4世狂躁症终于被阻止了，首都可以幸免于难了，人们欢天喜地，喜气洋洋。大妈恢复理智后，看到了一脸严肃站在自己面前的盛平，心情大好，与盛平热情的打招呼。盛平不冷不热的看着大妈，凭大妈对盛平的了解，盛平跟他根本不是一路人，找他来聊天叙旧是绝对不可能，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盛平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一定是让自己不高兴的事情。盛平挺胸抬头，直视大妈说道：“我今天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大妈表情立刻扭曲，本来上扬的嘴角沉了下来，眉头紧紧拧在一起。你小子接下来要说的事情，该不会是要退出吧？慎平什么也没说，默认了大妈的猜测。自从在推进城里见到路飞的那一天起，这一切都好像是命中注定一般。慎平越来越对路飞的人格所着迷，所以他在渔人岛的时候，曾经和路飞许诺，将来有一天处理完了自己这边的事情，那时候草帽团如果还接纳他的话，自己一定会加入草帽团，与路飞等人一起在海上驰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白胡子死后，渔人岛失去了靠山，重新陷入了混乱之中。慎平为了继续保护渔人岛的安全，带领太阳海贼团加入到了大妈麾下，将大妈的海贼旗借过来挂在渔人岛上。有了这片旗子的保护，海贼们不敢再进犯渔人岛，渔人岛重新迎来和平。然而慎平始终坚信，路飞是将要改变世界的人物，是未来的海贼王，称霸这片大海的不会是四皇中的任何一人，而是草帽路飞。慎平已经按耐不住自己想要加入草帽海贼团的心情，在为大妈海贼团效足了力之后，慎平决定说服太阳海贼团的成员，把自己要脱离大妈海贼团的事情说了出来。慎平此言一出，包括太阳海贼团的副船长阿拉丁在内，所有太阳海贼团的船员一致通过，按照慎平老大的意思办。慎平的人格魅力太强了，没有人不被慎平所感染。只要慎平有需要，大家都会无条件的支持。慎平想要做什么事，没有人有资格反对。这么多年来，慎平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鱼人族，为了龙宫城，为了整个太阳海贼团。现在慎平应该为自己活一次，就让他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了。不过慎平想要离开太阳海贼团，大家都同意，但是大妈不一定会同意。况且副船长阿拉丁已经和大妈的第29女夏洛特·普拉林涅缔结了婚姻，慎平离开的话，阿拉丁似乎要吃大苦头了，说不定还会牵扯到普拉林涅。大家本来想不约而同的把这件事对普拉林涅隐瞒下来，不料普拉林涅偷听到了，他告诉阿拉丁，真要是有太阳海贼团和大妈分道扬镳的一天，自己一定会选择阿拉丁这边的。大妈站起身，带着慎平来到了自己的城堡内，准备和慎平做个了断。慎平离开的话，大妈海贼团将失去一大战斗力。凶恶的大妈不会这么轻易放慎平离开的，她要让慎平也失去一些东西。大妈命令手下将轮盘拿过来，这个轮盘的一圈不是断手就是断腿，要么就是断脑袋。大妈奸笑着让慎平来转轮盘，转到哪个就失去什么。这其实是一个陷阱，大妈就是想搞死慎平。我是谢木君，咱们下期见。